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以巴的最新的战事哦。那这个拜登有发表了这个最新的全国演说，说现在正在面临一个历史的转捩点。我们来看一下。American leadership is what holds the world together. American alliances are what keep us, America, safe. American values are what make us a partner that other nations want to work with. To put all that at risk if we walk away from Ukraine, if we turn our backs on Israel, it's just not worth it. That's why tomorrow I'm going to send to Congress an urgent budget request to fun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needs, to support our critical partners, including Israel and Ukraine, is a smart investment that's going to pay. 对，所以他这样子特别在任内第二度在椭圆形的办公室的演说，他就是点名了普京、哈马斯，就说啊是恐怖主义呀，那要消灭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那所以你看到他有讲一句话，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哦，这是一个明智的投资，就是说，把钱给乌克兰、给以色列这些重要的伙伴叫做明智的投资。那这是为美国数代人的安全带来红利，让大家听了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哦。加萨的人命变成一种生意吗？怎么会用投资这样的字眼？而且说来说去是为着你美国，你没有把别人的这个人民的生命放在眼里嘛？那再来看看现在这个拜登的讲法，因为他说哦，这个1000亿哦去援乌、援以、援台，这代表呢。这个其实如果袖手旁观的话，代价会更高。所以他的援助是来自于说，哦，要是事情这个一发不可收拾的话，那可能我要付更多的代价哦，我就要花更多钱嘛。那你看看他这样子讲法，他现在目前哦是提供1亿元，就是32.4亿元的援助，就说要针对这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那再来看看，国务院哦罕见的发布了全球警戒哦，他说，接下来建议海外的美国公民要强化旅游的安全哦，这理由可能就是接下来有恐攻，还有一些反美的示威，这是非常罕见的发布这样子一个全球警戒的一个警告。美国也特别增派了第6舰队的指挥舰前往了地中海，要来援助以色列。所以现在这个第6舰队哦，就是惠特尼山号已经前往了地中海，要来支援，那包含了它接下来原本的这个福特号哦，还加上这个2栖突袭舰，同样都在部署在地中海，而且它还帮以色列拦截了3枚原本要瞄准以色列的飞弹哦，以及多架无人机。所以这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消息哦，就说也门的叛军发动了这个青年行动，发动了3枚飞弹以及几架无人机哦，他们觉得这个目标应该是要瞄准以色列。那这个青年运动组织的背后其实是有伊朗的支持。那10月10号就警告了美国不要干预以巴冲突，否则会出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代表抵抗轴心？也就是中东这几个反美、反以色列的国家团体所组成的这个抵抗轴心哦，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战事或战线要发起。那再来看看这个伊朗现在对于以色列开始有动作了吗？喊出来要围攻哦，因为像中东地区现在越发紧张。已经有一些消息出来，就是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哦，已经被伊拉克的一个等于说叙利亚的一些美军啊的坦克基地啊，都有遭到一些攻击，又多处遭到一些这种可能是恐怖组织或者是他们讲的武装分子的一些袭击。那连他们的这个围攻以色列的这个计划，伊朗也已经宣布出来哦，包含了南方就是也门什叶派，还有东方就是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民兵，以及北方的黎巴嫩真主党，全面的你看这个地图围攻过来以色列这边，所以他们就说要协调一致，从4面8方来围困，用飞弹跟无人机一起来攻击以色列。那我们看伊朗，昨天我们有讲到说，他们讲时候到了，要开始发动一波攻击，但是以色列好像没在怕哦，他们的驻美大使馆还特别贴上了骇客任务当中。这个主角尼欧向敌人勾手指说莱雅的 GIF 的动图哦，很有挑衅的意味。那以色列也喊出来，是不是要把加萨变成最大的世界坟场？因为哈马斯已经在加萨这一边修筑了500公里的地下隧道，也俗称加萨地铁，这是哈马斯就是以色列对于哈马斯这个地下道的一个俗称哦。那他们接下来以色列如果攻进去的话，
可能那边就会变成地表上最大的一个坟场。那对于加萨人民来说，也是一个重创。那他们这一番话也让大家觉得很恐怖，因为他们讲说，歼灭哈马斯是首要的任务，营救人质，避免平民伤亡其次。所以代表说，他们可能会不计代价，就是对于人质或是平民，他们照样就是没有办法阻挡他们的军事行动。那还有大批的美国装甲车也已经抵达了以色列，是不是代表说以色列已经要开始发动这一波地面上的一个攻势了呢？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我觉得拜登这次去以色列他刚好碰到那个医院被炸嘛，结果本来要在约旦要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埃及还有约旦4国一起开个峰会被临时取消，这个就使得美国原本设定的帮这个巴勒斯坦难民找一个退路就是没有磋商完成因为他当然希望就是说巴勒斯坦这些难民可以离开嘛，对，那要么就是到埃及、西奈半岛，要么就是约旦，你是不是行好再开个难民营区啦？那目前都是拒绝的，那个埃及跟约旦都是拒绝的。我认为本来美国是想要把他们找来，那就是说他愿意给钱那就请你收容那作为一个临时的处置可是这个没有协商好，那没有协商好，以色列如果发动地面战争，那后果就非常严重就是这些人你要放哪里？对，因为到时候他们可能会乱窜那他如果硬要闯到加萨的南部，或者甚至要离开加萨跑去以色列，那怎么办那这一点就是等于没有讨论那这样人道走廊，或者是派必要的运输工具把这些人运走，等于就是完全没有安排嘛。那当然这个事实上还要加上原来的人质危机啦，因为我现在看好像最新统计的人质是203个那这些人质很可能都在地道，所以以色列事实上如果他攻进去，那搞不好也会让这些人质都造成他们的死亡。因为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他们认为已经死了9个了。所以我认为以色列就是有点卡住了啦，就是他不赶快进去迅速结束这场战争，那国际的舆论对他越来越不利尤其是这个医院被炸之后那全球的穆斯林大概都认定就是他干的啦，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所以你就看到美国国会甚至还有人占领，对不对？那下礼拜那肯定就整个烧开了。我认为只要以色列开始打地面作战，那欧美一定全面爆开了。那事实上美国也有提醒美国都想到了，我们想到了，美国当然会想到，他就直接预警说，这个接下来可能会有那个国际的反恐潮了，它应该叫做恐怖潮了，所以必须要做反恐所以我就不知道拜登这个时候要去扯俄罗斯，他到底要干嘛？因为这个逻辑有点怪，对很奇怪就是你这个时候应该焦点应该放在哈马斯，还有由此所可能逐渐衍生的那个各地的这个国际的袭击嘛，这个的焦点应该都非常清楚结果他还是要把俄罗斯给扯进来我觉得这个会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因为听说车臣部队已经在附近了，感觉一触即发，要扩大了。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就是大概因为时差的关系大概几个小时前，就是美国昨天的晚上了，他们就是说拜登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他举行了一场，就是说在美国的 prime time， 就是这个等于说新闻就全国新闻时刻，他发表一个对全美国人民的一个演讲。那这篇演讲他还没有第二次，对，这个他一回从这个特拉维夫回去，他就做这个演讲。在这个之前，美国媒体都在报道说他可能要讲什么，你知道？有2点，一点就是说他会提出一个要求，在
跟美国的国会提出一个要求，要求增加安全的支出，要多少钱？要1000亿美元，他要跟美国国会要1000亿美元。第二个呢，要支应哪一些的危机呢？有点名3个地方，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俄乌，还有一个是台海，那是美国在昨天的媒体都是这样报道的。那我们的这个《自由时报》也做了这个报道，你看《自由时报》的报道写的也很清楚嘛。你看啊，拜登拟追加3.2兆军援台以乌，他把台湾写最前面。结果呢，我今天一早我就特别看到底拜登讲了什么。拜登讲了2个，没有台湾啊，他讲了没有台湾啊，以色列，讲了乌克兰，没有台湾，对，没有，没有台湾。所以呢，这个昨天这个《自由时报》很高兴登他要给台湾军援啊，我想法就是还好又没提台湾，可是这2个战争都跟美国有关的，从他开打到现在都跟美国有关的，哇塞，把我们台湾比在那边，不过蔡英文也松一口气啊，蔡英文也很怕说这个这对他选情不利啊，美国都说台湾很危险啊，对不对？就跟以色列跟这乌克兰在一起，不过我认为拜登到最后没有把台湾讲进去的话，那也就是说啊，跟刚刚我们上一节讲的主题一样，美国没有办法再打几场战争了，所以他现在希望台海是要站稳定的，对，所以也派罗森伯格已经来警告台独了，也告诉台湾的这个选民说，我们不支持赖清德，我们不支持台独，就是我们不支持赖清德。好，赖老师。拜登的讲话在转移焦点了哈，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容易被骗了，少数人当然有可能，但是我在强调，没有那么多人容易被骗，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马斯跟以色列根本跟民主无关了，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矛盾跟冲突是跟宗教跟种族有关，是哈马斯要消灭在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国，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就这么简单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种族的宗教的冲突，矛盾根本跟民主制度无关，所以拜登讲的这个话是要转移焦点。可是我觉得骗一些笨的美国人可以，可是你要骗有脑袋的美国人没有那么简单。那么你要骗全世界的人，那更没有那么简单。你不能潜艇也又是变成民主潜艇嘛？连苹果都变成民主苹果，芭乐也变成民主芭乐，释迦变成民主释迦嘛？那个是骗人的话术嘛？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拜登大概学蔡英文，释迦都可以是民主释迦，连哈马斯跟以色列冲突可以变成民主的冲突，这个就是鬼扯淡，这个完全不符合实际。不过我倒觉得有一件事是比较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目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军事基地开始受到一些攻击，其实那是一种挑衅。也就是说，美国当初把2个航母战斗群，把1个2栖登陆舰、攻击舰，然后把指挥舰都拉过去，那也就是说摆出一个他要打一场区域战争的这个态势，目的是威慑，要想把伊朗他们吓住。让伊朗叙利亚，还有就是也门、胡塞组织等，他们不要给我动手。其实这是一种威慑力。你用《孙子兵法》的观念来讲，就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兵压过去了，大兵压境，然后你不要给我动。可是我觉得，以我们看到了，在第一时间，他的军事基地就受到攻击。那么第一时间，目前传出来是胡塞组织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目前看到的这些是少量的攻击，这叫做挑衅，叫试探，看看你美国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如果你美国没有反应，他的动作会再多一点，试探会再大一点，挑衅会再大一点，再看看你美国的反应，你要不要离开你的军事基地？那么出境，离开你的军事基地，对于这些组织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你看到他们的目前的做法，用无人机，用比较远距离的这些火箭弹。可是如果再没有反应，他们的武装部队可能就会压过去近一点来攻击了。这样的一个相互挑衅的一个结果，
那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因为这个就会配合以色列进入加萨地区里面造成的伤害来去做反应，所以很有可能会同时开辟好几个战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加萨医院的事情有点各说各话。那拜登的立场呢？听他这一段发言，被大家炮轰说有点冷漠无情。我们来听一听。I'm not suggesting that Hamas deliberately did it either. It's that old thing, got to learn how to shoestring. And it's not the first time Hamas has launched something that didn't function very well. 好，500条人命啊，在拜登口中只是一番嘲讽就说，哎呀，你应该学会准确射击就是让大家听着觉得你一个拜登怎么会这么冷血就是哪怕像我们跟这个以巴并不是这么直接的国家，我们都已经感觉到说，怎么会这样子伤亡这么惨重，结果你拜登可以用这种冷漠无情的口吻来评论。那我们看看这个加萨医院现在又曝光一段画面，就是说在空中这个火箭突然的急转弯这一段影片那这是半岛电视台公开爆炸前20秒的一个直播画面，现在目前是可能成为这个事件重要的一个证据。那画面上也显示加萨的上空疑似出现的炮弹，那这个明亮的物体先是朝高空直飞，然后在空中连续闪了2下之后急剧的改变方向，然后发生了爆炸。那这个影片当中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个炮弹落向何方，但大约过了7秒之后这个阿拉伯医院，也就是这一次我们讲的爆炸的这个加萨医院就出现了爆炸的情况。那 BBC 就联系了20间有武器专业的智库大学跟公司有3位专家表示，这个爆炸情况不符合以色列典型的空袭，所以现在开始各说各话了，还是很难定调说到底是谁这个犯下了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射击了这个炸弹。那我们看看这个现在美国还有一个消息出来说，美国的情报界讲说，这只有轻微的一些结构受损也不是那种以色列空袭常见的大弹坑所以这个恐怕有点夸大。他们觉得说这个加萨走廊给的数字500人死亡是夸大其词了，那应该大概是100到300之间所以这其实这番话也让大家觉得也是很冷血的一番话那加萨这边的卫生部门就讲说，其实不光是加萨医院这加萨地带已经有19家医疗的设施都已经被以军用炮弹攻击过，被发动袭击过。约旦的外交大臣他们讲说，现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对于以色列和美国对加萨医院遭袭一事的评估深表怀疑，该地区没有人相信以色列的讲法。那你看看美国他们有一个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军售部门的一个资深官员保罗，他宣布请辞他就觉得看不下去，他说我们不能既支持自由又反对自由。拜登提供以色列致命的武器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认同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就是一面想要更好的世界，却做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的行为。我担心我们正在重蹈覆辙过去数十年的事情我拒绝参与其中。而且他说这样子提供更多的武器只会让巴勒斯坦人带来更长远的痛苦，所以他决定要请辞，他不愿意跟拜登政府继续站在一起。那现在加萨真的变成了人间炼狱了。虽然这个拉法的关卡就是在今天就是10月20号会开通，可是加萨居民不领情他说人道救援其实不是他们最需要，他们最需要的是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停止轰炸。那看到了在这边就是加萨南部又陆续被轰炸，明明以色列要他们往南部跑，但是加萨南部却一直出现这种轰炸的情况，特别是手无寸铁的婴儿、儿童、幼儿都变成了牺牲品。那甚至还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是一家7个儿童就是通通就是都
就这样一个推车上面通通都走了，然后加萨的医生还痛哭，还有看那一段影片哦，就是他就在那边痛哭，然后好多医护人员在那个儿童旁边呢，就在那边哭天抢地的，就是对着天喊，觉得说老天爷到底有没有看见他们的痛苦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朋友的讲法，他说他也想跟爸爸一起走了。هيك كل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عندهم أب هيك عايشين ولا مثلنا؟ طيب يا عمو ابنك نام مرة بس مرة بدون أكل هو البردان طبعا لا ينزل من هنا كل الأولاد اللي عندهم أبهات عطولها بيناموا عطولها بيناموا دخياشين حيوان بابا ياخذنا من هنا 对，看得让人很鼻酸哦。那另外还有记者问小朋友说：“哎，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他的回答也更让人难过。我们来听听。لما تكبر شو حابب تصير؟ لما أكبر إحنا بفلسطين بنكبرش إحنا في أي لحظة ممكن ننطح ممكن نموت وإحنا ماشيين نلاقي حالنا مطفوطين هيك إحنا الحياة بفلسطين 好，我有看到一个数据哦，就是说现在其实在加萨这边的死亡人数哦，大概就是3-4千人哦，可是小朋友加上妇女大概就有2500人，所以他们的比重非常的高，也难怪他会讲说加萨的孩子是长不大的哦。那还有这个小朋友非常的惊吓，遇到了炮弹，他生还了。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画面。他满身是灰哦，然后这个惊吓到还在不断的哭泣哦，可能父母也不在身边，所以这个医护人员赶快就是哄他，然后用水把他身上的这些炮灰哦，因为从瓦砾堆当中救出来，所以把他的身上的炮灰给赶紧的清洗掉，拍一拍他身上的灰啊，可是他还是惊魂未定的样子。但这个可能都不是个案啦，这可能都是现在这轰炸13天以来，每天在上演，每个角落在上演的状况。那我们看看这个以巴现在已经让全球都分裂了。苏纳克去到了以色列哦，他讲了一番话，让大家觉得有点不以为然。他说，这个绝对支持围剿哈马斯。那因为以色列采取所有不伤及平民的预防措施，跟哈马斯直接伤害平民形成强烈对比。就有人讽刺说苏纳克没有看新闻嘛，就是加萨被轰了13天，他没有看这个新闻嘛？什么叫做没有伤害平民的预防措施呢？那美国这个驻阿根廷的使馆呢，也被炸弹威胁，柏林这边也出现了一些抗议的情况，西班牙的官员甚至直接批以色列种族灭绝哦，然后跟这个就是跟对方吵了起来，然后后来还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更高层的部长啊，去致电以国的大使说，哎，这个才解除了外交的冲突。那法国还有14地机场哦，收到了炸弹的威胁，感觉上面现在恐攻也不断在升级当中。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医院到底是谁炸的啊？因为各自出现了对彼此有利的证据啦。比如说以色列国防军的解释是说，就是拜登在嘲讽的啦，说有火箭弹发射，然后在空中可能碰到铁穹系统，被炸成2段，然后大段的那一段就掉到医院啊，所以就因为它那个高燃烧的燃料就起火嘛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就打歪了啦啊。可是问题就是说，一枚火箭弹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死伤？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啦。因为你去看那个哈马斯这次造成以色列1300人死亡啊。哈马斯射了5000枚火箭弹啊，那事实上死亡的人大部分都是被枪打死的，直接被火箭弹打到，或者是因为炸到房子被房子压死。在历史上啊，哈马斯大概有人统计了，说最近这10几年，大概打到以色列的火箭弹超过15000枚了。那真正因为火箭弹死亡的大概只有30人。这里是死500人呢、重点在这里啊，所以他们就回去又去找这个源头，这个500人到底这个说法是哪里来的啊？可是问题是，第一时间 BBC、CNN、华尔街日报都写出这个数字，对啊，那你如果说这个数字是加萨放的，那为什么美国媒体会直接就引用呢？所以他们应该要出来说明呢、就是前一阵子不是传出那个
40个 baby 被斩首那个，后来发现 CNN 也道歉嘛，说是假新闻嘛，对不对啊？那个40个 baby 那个是来自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官员呢，对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大家要澄清的就是说，到底死了多少人？因为我后来也去找照片，我发现这个医院事实上在爆炸之前有非常多的人躲进去了。我看到了一些照片，那很多都是妇女跟小孩。对啊，所以这个医院并不是因为病人被炸死，多数不是，多数是躲在里面的人，那很多都是妇女跟小孩啊。可是就是说，到底死了多少人？因为这个会非常关键的去联动到底是什么武器造成的啦啊。因为火箭弹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死伤啦。那请问为什么连美国的主要媒体、英国的主要媒体都说是超过500人死亡，然后上千人受伤？这个就是你的报道啊。那结果现在你又回来说，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很大的坑洞。因为现在人家就说不是火箭弹，而是 JDAM 嘛。那并没有找到一个大洞啊。而且爆炸地点应该是停车场啊，那玻璃没有全碎啊。以色列就这样说了啊。可是问题是 JDAM 也可以在空中爆炸，它不一定要落地爆炸。这个赖老师应该比我还熟了，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恐怕还是要多方专家要进来研究，才会有得到真相。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有几个大家要思考的。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有人说因为有哈马斯躲在那个医院里面，如果说加萨有传说中的有400-500公里的地下隧道，那地下隧道是深30米以下，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哈马斯为什么要躲在医院？400-500公里那他躲在地下隧道不是更安全吗？为何要跑到医院去躲？这是第一个。他们说为什么会被医院炸，是因为哈马斯躲在那里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哈马斯就否认了，说我们哪有躲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在强调，哈马斯也不需要躲在医院里面，在这一次的战争中。那第二个呢，就是 BBC 说，我们有问了20家智库、大学等等研究机构有关于这个炸弹，然后他说有3家给他回答说，不像不符合以色列空袭的特征。他讲是3家，他为什么不说17家不愿意帮以色列背书？我觉得你 BBC 你的报道，你怎么会报道少数而去忽略多数呢？因为你问了20家专业的机构，有17家不肯帮你背书，不肯帮以色列背书，说这不是以色列炸的。为什么有17家不肯，而你却报道那个3家？这个你的立场偏颇嘛？你应该要以最大多数人为主。刚刚亮亮有讲到，这种精准的炸弹，它跟火箭弹不同的地方是，火箭弹会有火焰，所以你会在夜中看到，白天你会看到黑烟或者白烟。可是精准炸弹是由轰炸机它本身投掷的，那它有200多公斤的，也有400多公斤的，也有900多公斤。其实你500多公斤，就将近500公斤或900公斤，一枚炸弹就够扫除这块区域了。那这个部分里面，它的精准度是很高，因为它是确实是可以空爆的，所以它不一定会有大的弹坑。所以马上就是说，这不是大弹坑，不对，因为美国说我有提供给他这种炸弹嘛，所以这个也就是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不太对嘛，你有这个武器。你过去可以说你没有，可是美国有提供给你啊，这个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苏纳克，我觉得英美的这些政客为了要粉饰以色列的做法，为了要讨好以色列，讲了一些违背现实的事情，那也就是直接就公然说谎了。公然说什么谎？说以色列没有杀平民百姓，那使得孩子都是哈马斯2000多人的人死亡，里面有多少是小孩跟妇女啊？对啊。那你苏纳克你就指控那些人全部是哈马斯吗？孩子那么小都是哈马斯吗？那几千个人被受伤了也都是哈马斯吗？你要提出证据来啊，
不然你这英国的政客就是满嘴谎言嘛。好，来文杰老师。刚刚看了那几个巴勒斯坦孩子的这个讲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感觉非常的痛心跟悲哀啦。就是说，我们到了21世纪我们同处地球上有的孩子居然是这种命运。对，而且这件事情呢还在继续进行当中。而且呢还可能会制造更多像这几个儿童一样的儿童出来，而且这些孩童你说他有一天长大以后，他对这个世界会是什么看法？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暴行暴力都是应该要被制止的。可是我们看到2天前联合国要通过一个决议案，只有一个条文就是叫亚萨走廊立刻停火，对啊，人道主义停火，居然有一个国家把这个议案否决了，这个国家就美国那意思说就要继续打下去就对了，就不能停就对了，要继续打。事实上也没有错，现在每天还在攻击，而且呢，事实上还要这些人，你躲得了炸弹没有用，你都要从你的家园都要滚蛋。你这是你的家，可是你不能住，他要你24小时通通滚，都偷偷离开，这是你的家。所以这些小孩子现在可能还有一个栖身之所，可是呢，他们现在可能要离开他们栖身之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我觉得现在发生在加沙走廊，我们不要讲太远我们就讲现状。我觉得这个现状的话基本上就在考验全世界人民的一个良心，考验我们的良心。我们每天都在被这件事情考验我们良心。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我们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撤侨，就是以色列这边撤侨是不是大逆转呢？因为呢，前几天感觉上面好像我们的外管或是外交部的态度上面并没有那么的积极但是呢，就在这个吴钊燮拍桌之后大逆转。因为前2天他跟李桂明为了这件事情互呛，结果没想到隔一天外交部就大逆转，就宣布说，要展开撤侨，专机也会在今天中午从特拉维夫来起飞。那其实时间倒转一下，10月13号上个星期，他们讲法是说，因为我们的台侨人数没有很多而且只有10个人愿意离境，所以没有包机需求，让大家觉得很奇怪难道不能凑团吗？比方说你不是跟日本很好吗？你可以跟日本凑个团然后人家说不行因为日本的他们自己还要付费日本还去搭了韩国的飞机所以凑团凑不成，你可以去找韩国凑嘛。你看看韩国14号撤侨专机就载了163名韩国公民，然后也把日本51人还有6名的新加坡人也载往了首尔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比因为过去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有亲绿学者跳出来骂说，我们在那边的在以色列的台湾人就是巨婴，你自己不会回国吗？你自己订机票有什么错了呢？那其实对比你看美国对于自己的这些公民他们是不计一切代价要赶快把自己的公民带回去比方说像以前这个美伊这个完成换球，美国还冻结了这个60亿的伊朗的资金然后5名被押的美国公民也飞离了伊朗。那还有呢，这个之前我们也有介绍过，去年底的时候美国的女子篮球明星格莱纳，她也跟俄罗斯的军火贩达成了这个换球协议，然后后来也是返回了美国。那现在看起来我们好吧，就是在我们的一片舆论压力之下，终于是要启动撤侨了。但是大家来关注一下罗森伯格最近第3度访台，有人说要来面试吗？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中时有一篇新闻分析他觉得这个稳住台海其实才是这一次他来的主要原因，因为美国不想要再见到第3个战场啦，这个他动机非常明显就是要稳住台海的局势，所以美国不愿意，恐怕也无能为力来应对第3个战场。罗森伯格是对谁讲，还有讲给谁听，其实非常清楚他讲说，这个反对台独，无论如何要守住两岸的和平，那这也是横在赖清德面前的一道高门槛。他说美方是
完全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含不支持台湾独立，所以台海不能再出问题了啊！世界上已经有2个战场了哟，是不是也在警告台独人士？那再来，现在美加看起来也挺紧张的解放军的军机呢，他们在这个最近，美国有公布一些解密的照片，说从2021的秋季以来，解放军对于美军的军机已经进行了180多次这个危险拦截，这个次数已经超过去年10年的总和。那再加上前几天这个加拿大军机跟中国大陆的军机这2机相距只有5公尺，那所以他们这样的就是接二连三这种就是关于军机方面的一些消息，是不是也代表说，现在台海真的是一触即发，非常的紧张？那所以拜登才提出来这一番，这个说要追加3.2兆，要军援台湾、以色列跟这个乌克兰那现在加起来呢，就是总共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追加预算，台湾可能大概分到这个300亿美元左右，因为他说大概600亿会支持以色列，然后乌克兰100亿不知道这2国大概是分别是多少，当然总加起来是700亿那剩下大概就是台湾的部分。那邱国正的讲法是说，我们作战还是要靠自己。他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啦。他说对于别的国家有任何帮助都乐见，但是不期望也不指望他说汉光哪一次演训有这个外军介入吗？自己的国家还是得要靠自己救美国国防部还发表了一份新的报告，就说中国大陆已经拥有500枚的核弹头，所以他也非常关切说北京会不会对台湾继续这个提高施压因为从到2030年之前将会增加到1000枚，所以这个增加幅度也是非常的大。那所以美方也重申这个关切之意再来看到美国的盟友们现在对于台湾是不是真的会帮助呢？因为美日韩他们也在空中首度联合的军演，说要反制北韩的核岛威胁，包含了 B-52核轰炸机也是登场了。所以他们说这个3方的安全合作要来应对北韩的威胁，可能也不止如此也要应对台海这边的一个局势。那看到了日本呢，他们现在也到这个新石垣岛就是鱼鹰首次降落到新石垣岛，依照演习计划，这个 V-22将在24号在新石垣岛这边进行伤员运送的训练，也算是一个防卫实战训练的一部分。那美国国防部也讲，这个解放军的军机现在持续在对台施压，那从2022年其实较前一年大增79%，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持续在关注，连这个冲绳都开始要预防台海的紧急事态。现在开始有一些这种撤离的计划，也在进行一些演练。但是这个消息菲律宾的军方的消息，恐怕也是让大家觉得，是不是盟友不见得都挺我们因为大家问到说，对于台海局势的恶化有没有做好准备会不会跟台湾的军事上面有接触但是菲律宾的军方高层讲说，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这个以色列的情势是瞬息万变所以因为大家估计黎巴嫩那边可能会跟以色列发生交战，而且那天那个德国的总理肖兹他去访问以色列，那离境的时候，以色列机场就被空袭了。我就看到那个德国总理都趴在地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那个撤侨你也不能强制的，我们台湾人那117人只有10几个人愿意离境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台湾人真是勇敢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他以为以色列非常的安全事实上韩国有一些是他就只送到这个旁边的中东的机场比如说杜拜那各自再坐飞机离开这样韩国吗？我知道日本跟韩国有一些啦。日本他那时候是说你要自费，然后结果只送到杜拜，对，所以就被骂翻，然后所以日本的就去搭韩国的撤侨班机，他送到韩国，他也是要坐回去日本。对，那就比较近了。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撤侨最该撤的是美国啦。美国在以色列有14万人，这个非常多以色列人口大概只有800多万，美国有14万人比在台湾还多可是美国我估计他不会撤侨美国大概这种地方，他大概就是会提醒大家，
要赶快离开这样。我看到好像有从海上撤侨，是这一次吗？就是我看到有相关消息。那航母去那边就是要载美国人吗？应该不是啦，我不知道这个人数啦，反正就是他可能要提供一些便道啊。不过美国人在这边的人数相当多了啊。这个吴钊燮跟李桂敏的吵架，应该不是只针对这一点因为李桂敏那一段我有看啊。这个总的来讲，他是听到无能就暴跳如雷这样啊。那李桂敏当然不是只讲这件事啦，不过我这个懒得评论他了啊。这个我认为这个罗森伯格事实上是来收集情报的啦，因为他基本上要随时跟布林肯回报台湾的选举状况。那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非绿阵营的这个整合态势，他当然要有最新的情报嘛。那美国人通常会强调要面对面所以他就是要见候选人本人嘛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为了重申既有的立场因为这个立场也没什么杀伤力啦，就是不支持台独，那希望两岸对话交流。这个赖清德，你看他已经背负了多久？美国讲这句话，大概从头到尾都是这句话对可是赖清德还是变本加厉他还是不断的在升高事实上，民进党现在的基本的论述已经非常清楚了嘛，就是你只要是跟民进党这个外交路线还有对美关系路线不一致的，他就说你帮中国说话嘛，然后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嘛那不然就是认知作战嘛所以连这个邱意莹都要在立法院质疑人家拿手机问问题，这样也是认知作战手机可能只是做个备忘而已写一点 note 这样而已所以我就说这整个党已经都被洗脑了啦，已经都失去思考的能力了那连这样的问题竟然还可以问出来就大学生讲跟你不一样的意见，然后人家用手机做备忘，然后在那边念出他的问题，这样也叫认知作战，简直是不可思议事实上这个是大学生很常见的动作我不知道民进党的立委到底脱离大学生多久了你去看一些活动，大学生都通常会这样，他随时做 memo 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然后他的看法，他就是做一个笔记。大学生很常用手机这样做笔记，非常还上台报告都这样子做包括很多我的朋友上电视也是用这个做 note 年轻人不都这样？所以实在是难以理解了。好，我们来问介老师。我认为这一次这个罗森伯格来他这个负有重大使命。对，因为第一个接近大选，第二个美国现在面临2个战争，一个俄乌战争，基本上乌克兰现在处于不利状态。现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要把这个加沙走廊的80万人通通消灭，这个事情美国也背负沉重的压力2个航母战斗也都去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他来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我想这个重要任务他讲了好几点，他出来临行讲了他最重要的就是来台湾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不支持台湾独立，对到这个过去也讲，为什么要派罗森伯格来这个时候讲，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其实我们这样看第一个，现在台湾3个候选人赖清德，然后呢侯友宜，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的柯文哲还有一个那个谁，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郭董这4个候选人里面，哪一个主张台湾独立？哪一个是台湾独立的支持者？哪一个台湾独立的工作者？台独金孙只有一位所以呢，他说我不会干涉美国的内政，不过台湾的选举。可是他来就是要对台湾选举讲一句重话，重话就是什么？我不支持台湾独立。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这4个候选人，哪一个曾经或者主张台湾独立的，我就是不支持他。意思就是等于不支持赖清德。
这就是他来要讲的最清楚的话。对，那可能也挡不住了，因为现在这个在野的在野联盟组不太起来，可能还是赖清德。可是美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告诉赖清德，警告他第3度警告了，是要过境的时候。然后呢，美国的这个透过这个 Financial Times 几度警告美国对于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有所怀疑。然后呢，他上次赖清德去美国过境的时候，把赖清德打到几乎是快到不受欢迎人物了，从来没有一个中华民国总统在美国过境的时候受到如此大的屈辱。对，然后那个时候罗森伯格根本不见他，没有到机场去见他。那这次特别飞来台湾，以前美国的这个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很少飞台湾的，这一次飞来讲了3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独就是不支持赖清德。因为美国知道赖清德第一个不受控，第二个赖清德暴冲，第3个赖清德是永不悔改的台独。这3点美国现在都不能接受，所以就讲明了不支持台湾独立，就是等于不支持赖清德。对，所以如果代表说，万一台湾独立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让美国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就是第3个战场。赖老师，美国之前有装腔作势嘛，说他可以同时处理3个战场，包括这个俄乌、以巴，或者是台海之间，他觉得他有能力。这个是他们过去的几个重要的官员不是都相继的宣布说，美国同时有能力处理3个战场，这叫做装腔作势。那讲完了以后，其实相信人不多那台湾的有一些人，绿营的人大概相信了，但是罗森伯格马上来了以后，他讲说反对反对是比较强度比较大的反对跟不支持是不太一样的。反对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有可能会介入，这叫做反对嘛那反对单方面片面改变现状，这个话对于大陆来讲没有什么用，对于台独来讲就有用了。如果台独要片面改变现状，那他会介入。但是如果说大陆要改变现状了，坦白说，美国不见得敢介入。以目前美国的军力来说的话，他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敢介入。所以这个叫做装腔作势。可是他后面又讲了，就是不支持台独，这就是他要讲的一段话。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不要给我闹事。在选举这段时间，在以巴的问题没有解决之间，在这个俄乌的冲突没有解决之前，不要给我闹事。那指的是谁？台独嘛，指的就是台独。你不要给我闹事，你闹事的话，那我会介入。虽然我在强调不支持台独，他不见得会介入。也就是说，那你后果你自己收。但是反对片面改变现状，那就是代表他有可能会介入。那谁单方改变现状？要不就是台独的单方改变现状，要不就是大陆单方改变现状。那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就会介入了。可是问题就是，他对于大陆来说，他不太敢介入，但对台湾，他绝对敢介入。邱国正讲的是阿 Q 的话了，连以色列跟哈马斯，以色列都要美国支持了，哈马斯多弱以色列多强啊！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都要都要美国大力的支持。你台湾如果你要搞独立，你靠着国军，你说你能够保卫自己的独立的台湾，这个简直是阿 Q 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